辛普森一家喜迎第750集，红魔一上来就扯掉领带，大吼大叫，到处乱踢东西，还把尼尔森贴在马丁背后的球踢纸条，贴上马丁的午餐盒，一脚送飞。红魔开着车，嘴里还不停地念叨：他怎么能这样？他为什么要这样？无数的想法让怒火越烧越旺，他猛踩油门，横冲直撞。路怒症就是得在路上发泄。养猫的疯婆子在红绿灯前堵住红墨，怒火攻心的红墨一顿瞎吼乱叫，居然和疯婆子撞上了同一频道，实现了疯人与经典交流案例。红墨又继续猛踩油门，狂飙车，他觉得不解气，又掏出手机给马吉发短信，狂用各种愤怒表情。他埋头沉迷于自我表达，忘了打方向盘，全速狂飙的汽车一头撞上了消防栓。这一刻，世界好像能慢下来了。红墨强迫自己冷静，首先安全带会救他。哦不，他把安全带剪下来，拿去当吊床了。谢天谢地，安全气囊还在。等等，他貌似把那玩意儿拿去当枕头了，这就叫自作孽不可活啊！红墨的铁头撞碎了挡风玻璃，空中旋转3周半，像一只自虐的小鸟。红墨望着身后的世界，太美丽了，家人们！天空是蔚蓝色，下面的傻小子拉尔夫还在喊：巴特的秃顶老爹要死了。红墨寻思，要死也得摆个舒坦的姿势。正准备闭眼时，忽然凭空冒出一个小精灵，自称是马吉的开心玩偶，名叫古比乌。作为红墨内心世界的投射，他表示主人正在经历创伤后亢奋，拿消防栓的喷泉洗澡并不能改变他的命运。不过祸兮福之所依，他正好可以利用这次车祸来好好反思一下自己。首先需要找到愤怒的源头，请看大屏幕啊，不对，是请看玻璃碎片。就在半个钟头前，红墨西装革履跑进银行，想开通一个保险箱。他对银行雇员说自己是和田镇的高管，午休时去买了包薯片，洋芋片、马铃薯片、土豆片，随便怎么叫，总之这玩意儿是上帝的最佳造物，香香脆脆，咸辣恰到好处。红墨惊喜地发现，其中一片的形状酷似变脸的男主角，极具收藏价值。作为一名老牌饕餮客，红墨决定不惜重金开通一个保险箱，永远保护这件宝藏，将它传给子孙后代。巴特丽莎和马吉联名表示，为什么不把开通保险箱的钱省下来，给他们留点有用的遗产？银行雇员一查就发现，辛普森家已经有一个保险箱了，是马吉在10多年前租的。望着红墨脸上懵逼的表情，银行雇员知道今天有乐子可以看了。他违规打开保险箱，发现里面是一份临终遗嘱，这是马吉的老爸红墨的老丈人留下的。老丈人设置了一个信托，每个月给马吉汇款1000美元。红墨既惊讶又愤怒，他从没听说过这份遗嘱，更不知道马吉一直藏着小金库，为什么他要瞒着自己？这是经济背叛。会议结束后，红墨更生气了。坦诚相待、和谐恩爱的夫妻关系原来是骗局。马吉能一直背着他拿钱，谁知道还有什么更糟糕的事瞒着自己？古比乌连忙宽慰红墨，认为他不该生气，只要完成一系列心理疏导，他就能放下愤怒。他们还有0.3秒的上课时间，但没有关系，有个词儿叫心念电闪。红墨的这场内心戏实际上不算时间。变脸男主珍藏薯片摔了个粉碎，让红墨意识到自己的下场，他气得开始旋转，被老婆欺骗，还要死于一场愚蠢的车祸。我真是世界上最惨的人，他说着抓起路过的汉堡啃，边啃边闹。碎玻璃片上忽然出现了巴特和丽莎，他们其实早就知道老妈有小金库的事儿。丽莎不知道怎么跟老爸说，巴特每晚都笑着睡觉，欺负老爸可是他最爱干的事儿。他们如何知道的？说来很简单，有天巴特乱翻家里的信件，发现银行给老妈打款的通知，孩子们拿着信去问了老妈，马吉当场就承认了，还让孩子们帮他保守秘密。至于理由，巴特的版本是，老妈是这么说的：红墨就是个尖嘴猴腮的丑八怪，爱吃鼻屎三明治的笨猪。红墨当然知道巴特在鬼扯，但等等，鼻屎三明治，妈的，好像又破了疑案。孩子们留下冷嘲热讽，我们会做穿着正装乱跑的孩子，可悲的意识不到死亡为何物。再见了，老爸，你的葬礼上见。红墨悲怒交加，恨不得马上撞书一死了之。这该死的0.3秒为什么过得这么慢？他开始分离狗刨加快死亡进程。古比乌连忙劝住他，说：“你不想知道这些钱花在哪儿了吗？”一句话就勾起了红墨的好奇心，他设想了最坏的可能性。当他每天早出晚归，努力为这个家赚取唯一一份收入时，马吉私下贤妻良母的伪装，花大钱买了机器人管家，吃着豪华鱼子酱三明治，闲来无事还豪掷千金，享受性感男人大扫除服务。那些龙精虎猛的肌肉美男从家里的各个角落冒出来，用最性感的动作干着家务，不仅解放了马吉的双手，还给他带来了心灵上的愉悦。马吉一边 happy 一边撒钱，有钱乱花才是人生的真谛，瞒着老公花钱更是至高享受。红墨越想越离谱，怒火差点烧坏了脑子。古比乌觉得他很离谱，马吉平时哪件事没干好，让他觉得他是那种女人？红墨叫道：“他一定会这么干，因为我就会这么干。”古比乌骂他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，马吉绝不会这么做，他人比红墨好得多，真相会让他汗颜。
马姬这笔钱一直花在红墨身上。开动一下小脑瓜，仔细想想，那些他以为自己解决了的问题，其实都是马姬解决的。比如红墨欠老莫的酒钱，是马姬偷偷还清的。又比如医生接上红墨的脚趾头，是马姬付的医药费。还有红墨酒驾被警察扣住，如果不是马姬交清罚款，他哪能回家睡大觉？马姬之所以隐瞒，也是为了保护老公那大男子主义的愚蠢自尊心。红墨一直能这么没心没肺，还过得逍遥自在，全靠马姬花钱给他不停的擦屁股，他却如此卑劣的揣测老婆的内心，实在是不像话呀。红墨幡然醒悟时，发现他已经飞过了那棵歪脖子树。好耶，不用死啦！红墨欢呼起来。古比乌一时高兴说漏了嘴，表示红墨最应该气的是老丈人。红墨听到后再三追问，古比乌一个劲儿搪塞掩饰，还挡住不放真相的碎玻璃块。开导红墨说：“你的内心已经打败了外在的愤怒，别让真相把他们给全毁了。”红墨一琢磨，如果他看了这块玻璃，就可能改变命运，冒着迷失灵魂的风险吗？这么惊险刺激的事儿，他当然要干了。请看大屏幕。老丈人非常不喜欢红墨，他越是劝阻女儿，马姬就越叛逆越得劲儿。他说红墨虽然没本事不赚钱，但他心地善良，对他非常温柔，是坚定的纯爱战士，这就足够自己去爱了。老丈人长叹一声，年轻人喜欢幻想爱情，追求浪漫，过来人则更务实。老丈人认为红墨根本养不起一个家庭，为了女儿婚后少受点苦，老丈人在遗嘱中给予了马姬经济支持，至少再不济每个月1000能保证马姬不饿死。红墨看完视频后又开始生气，他原以为老丈人还挺喜欢自己，没想到全是装的。这世上就没有单纯的人了吗？古比乌表示现在时机太晚了，因为他已经是个鬼了，尸体就插在栏杆上。红墨的亡魂飘飘然进了地狱，因为在他临死前的0.3秒里犯下了7宗罪：懒惰、欲望、傲慢、贪婪、嫉妒和暴食。最严重的一条是憎恨岳父，在被罚下油锅，受刑时间是永生永世。望着长长的受刑队伍，红墨居然还想插队，其他人求之不得。地狱还和天堂开通了交换生项目，不过晋升天堂的名额都被性少数人群优先占有，而从天堂坠入地狱的人甚至包括莎士比亚，因为他没做过每部剧都有黑人，如此大逆不道之罪，必须在地狱永世受苦。排了2万年队后，红墨忽然撞见了岳父，他因为伪造支票被打入了地狱，干起了服务员的工作。红墨把岳父摁在地上一顿毒打，指责他瞧不起自己。岳父也不生气，给他看了未来的影像。丽莎长大后会不顾一切地爱上一个叫做桌游的废物，父母越反对她越来劲儿，理由和当年的马姬如出一辙。她温柔善良，是纯爱战士。当一个女人迷恋上一个男人，她的所有缺点都可以被一个优点掩盖，反之哪怕她有1万个优点也没有任何意义。将心比心，红墨作为人父理解了岳父怕女儿嫁给废物的心情，换个角度看待问题，世界居然瞬间天翻地覆。这次地狱顿悟让红墨获得了复活的机会。他醒来后，拉尔夫说：“你下了地狱又复活了，我全都知道哦。”傻小子，通灵眼是吧？红墨死而复生，心结彻底解开。马姬带着孩子们来找他，去医院的路上，她问老公为何发那种短信。红墨微微一笑：“没事了，我只是终于放下了自负，学会享受自己拥有的幸福。”以上就是《辛普森一家》第34季22集的全部内容。这里是草泥泥影院，感谢各位朋友们的关注和支持，下期视频我们再见。